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SolidWorks 绘制出宝可梦之笛。那这一次呢，要所画的这个作品呢，它的结构跟特征呢，相对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它非常适合初学者来练习画出来。那再投入后面的 3D 列印。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画出来呢？最主要呢会有4个指令，那最主要是用旋转呢就可以做出大部分的特征，以及做一些生产的填料以及生产除料。最后呢，我们再来做圆角的外形修饰，这样子就能把它做出来了。那这边要怎么做？我等一下后续呢会来做一些步骤的说明，以及说我们在 3D 列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是主体的画法，那这里呢运用2次的指令呢就可以把它做出来。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去找一张图片来做参考，然后图片尽可能的是一个正面，然后呢我们从上基准面呢进入草图，然后再把草图呢运用草图里面呢的草图图源呢，把这个图片给它插入进来。那这里我会画一个中心线来标注它的尺寸是100。这里呢就是要透过图片呢来缩放，然后运用这个尺寸我标注的100呢，来给它一个比例的一个大小。那方便我们要画的时候，到底要画什么样的外形。那这边各位注意一下，我画的外形呢都是没有标注尺寸的。因为这里呢是运用比例的关系呢，把它绘制出来。那这样子我们看到了这个笛子的外形，我们只需要画一半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说，图片呢只是供我们参考的，最终我们要画怎么样的外形呢，是由我们自己做决定的。所以这里呢我就去把它调整它，不一定说我画出来的草图的外形呢一定要跟图片一样，它只是参考用的。好，那我就是这样子把它画出来。那大致上呢，这里是直线，以及这里是画一个圆，然后再做一个剪除的动作，去把它修饰出来。那上半部的地方呢，是运用了不规则曲线。那这边呢，需要让大家去尝试跟练习一下。如果你对于草图的绘制这一块还不是那么熟悉的，你可以参考 SolidWorks 入门篇，那边有详细的解说。那我们画完这样的一个封闭的草图之后呢，我们就结束草图，使用特征里面的旋转填料，做出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再来呢，我们再做第2次的旋转。那这个旋转呢，我们要做出它剩下的一些特征。我再进入草图给大家看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全部一起把它做一个旋转的填料。那这边就是画几个圆，给它一些尺寸。像这里我是给它一个直径2。那这里大致上的位置你可以不用标注它，可以用拖移的动作，或是你要标注尺寸都可以。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尝试。像这里这样子。以及这边呢，让它画3个圆，然后再把多余的线呢，用这里修剪的话给它修剪掉。那这边我一样是没有给它尺寸的就是一个以这个草图图源呢来做参考，我显示给大家看一下。大致上是这样子，把它做出来。那这边有讲到说图片呢只是做参考，最终怎么画呢，还是由各位自己做决定。那这边呢画完之后呢，建议中间这里画一条中心线。然后呢，一样进入特征的旋转填料，把它做出来。那第一步呢，就先做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是小细节的画法。那这里笛子剩下的小细节呢，就是它笛子上面的洞。那这里呢，因为 3D 列印，我会希望它是做凸起来的。那凸起来的话，我们就是运用了伸长填料。这里要怎么做呢？我们选择了上基准面，然后直接画草图。那这边呢，我进入草图给各位看一下。我先直接做进来的动作。那这边呢，就是给它一个圆。那这里的位置呢，你可以去把草图图源显示出来，去做参考。那这边如果你被这个特征给挡住了，没有办法看的话，你可以在特征这边呢按下右键的隐藏。隐藏之后呢，这个特征就会不见，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看到草图图源。然后呢，大致上呢，把这个圆的位置呢，给它画出来。那这边让它每一个圆呢都是一样的直径，然后看你要标注多少。我这边是标注 2.6。那位置呢，我是没有给它一个尺寸的，让它这样子有一个比例的关系存在就可以了。那我再把特征给它显示出来。那做完之后呢，这边呢我们要运用伸长填料。那伸长填料我们怎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呢？
然后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呢，我进入编辑特征。那编辑特征进来之后呢，它这边可以去选择，我们在方向的地方呢，选择至某面平移处。我们一开始预设呢是给定深度，那我们选择至某面平移处的时候呢，这个面我们就选择这个的圆柱面。然后呢，它预设可能会有往上涨或往下涨。那这边呢，假设它是一个往上涨的动作，给它一个 0.5 的尺寸。那这边尺寸呢，就看各位的比例大小再去做一个调整。那这边呢，合并结果是有打勾的，所以它做出来呢是同一个实体。那如果你方向不对的话，这边有一个反转偏移，你可以把打勾取消掉或打勾。那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尝试。那做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按打勾。那这个部分小细节的部分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它做完了。那做到这里大致上就已经快完成了。剩下这个球体要去做它。接下来呢是宝可梦球的画法。那这边你如果有看过宝可梦的画法篇的时候呢，你应该会大致上会了解说该怎么去把它画出来。然后这边如果你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边的指令呢是蛮简单，而且也不会太困难的。那这边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把它画出来咯。那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伸长的动作。那这个伸长呢就是把这个沟槽给画出来。那这里呢是运用的是上基准面。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进来之后呢是画出这样的一个长方形出来。那这个中心呢，就是这一个圆的中心。那这里我给它的尺寸是 1.5。那记得呢，这个宽度要超过这个圆。那这边我没有给它尺寸就是以这样拖移的方式那这边呢，尺寸上各位可以去依照比例来做调整。那这边画完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伸长除料。那伸长除料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编辑特征那看一下我们刚刚预设的呢是一个草图平面。那我们在这里来自的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平移。那这边平移的话，我是选择30，所以它原本呢，在这个前基准面这里被平移出来。那这里方向性呢，我就可以去选择至某面平移处它预设也是给进深度。那某一面我就选择这个球体的面。那这里呢，我给它一个偏移的距离呢是 0.3。那这边预设我们可以看出说它是往内偏移还是往外偏移。那这边的话我们是需要往内偏移。那这边的话就是正确的，我们就不用把翻转偏移给打勾。假设这边是相反的，你就把它打勾。那这边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它做完。我们直接按打勾，它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沟槽出来。那接下来呢，一样再画一个圆做出相同的沟槽，只是说这个沟槽呢会变成是一个圆。那这里一样在上基准面。那这边因为它的做法是一样的，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快一点。那画出一个圆。那这里呢，圆的中心呢都是一样的。那这边我画出一个直径是6的结束草图。然后一样，我再选择伸长除料。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编辑特征。这边做法都是一样，我让它平移30，然后至某面平移处选择的是圆球的这个面，然后偏移的距离一样是 0.3。所以它会再跟这个沟槽呢做一样的一个动作除掉一个 0.3。那我们按打勾之后它就完成了。所以这里呢大致上就被我们完成了。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它呢，它是一个圆球形的所以我们运用了伸长除料也能做出一个圆球形的除料这是相当方便的。那接下来呢就要画出中间的地方。那这里呢一样，我们去选择的是上基准面，画出一个圆。那这个圆的直径是多少呢？这边给各位看一下，给各位参考。这里是画出一个 0.35 3.5 的一个直径。那这里呢直接做伸长填料。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编辑特征。那这边呢我们就不用再去偏移它的所以就是直接从草图的平面呢伸长出来。那这里我给它选择是至某面平移处的，选择这个沟槽的面，然后给它偏移 0.5 出来，然后合并结果按打勾。那这边所偏移出来的呢，这边就会稍微有一点圆弧状。这样也是非常轻松的，用伸长填料也可以做出类似球体的圆弧状出来。这是相当轻松的一个指令。那最后呢，我们再做圆角的修饰，把这些按钮呢做一点导圆角的一个动作。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宝可梦之底给它完成了。那剩下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做3D 列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我留在总结再来跟大家做说明。最后呢，我来总结一下。那相信各位在画的过程不会太困难就是它大致上呢都是一些基础的 SolidWorks 的入门的指令呢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
那假设做出来之后，你想要让它使用 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的话，有几个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像这里呢，会比较不建议你像荧幕上这样子是摆躺着这样子去做列印的，因为这样列印出来呢，它的沉纹会非常的明显，而且这边的外观呢是不会那么漂亮的。那这里呢，我会建议这样子直立的把它放过来，我让各位清楚一下。这样直立的印那这样印的话，相对它整个外形以及它的沉纹不明显以外呢，也会更漂亮。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它这个高度是相对比较高一点，所以当我们3D 列印在列印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杠杆原理，有可能会这样倒塌的情形。所以在列印的时候，会建议说你要设定的是支撑，那球体底部这里可能需要有一点支撑，以及说我们在最底层。在平面的地方呢，记得开木筏，我比较建议开木筏，因为这里如果你开边缘的话，有可能它还是会有脱落的情形，那开木筏的话，它的底层比较厚一点，相对的它会比较稳定，那这样子呢，大致上成功率都会蛮高的。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拜拜。